taking over now. Tough it out, that's what I'm all about.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全新的围墙，解锁一道光。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，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，是令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。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，握在我手上。早啊，浩顿。早，佳慧。我今天收拾屋子，整理出来一些旧书，想过来问一下你需不需要。这些都是什么书啊？都是一些关于精神医学的。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不客气了。你是在研究双向情感障碍吗？哦，我最近在帮我们老师翻译论文，还顺利吗？还可以吧。我去给你倒杯咖啡。认知功能的损害，到底是双向情感障碍带来的损害，还是药物治疗的影响？目前是存在争议的。你对这方面有研究吗？研究倒是谈不上，我以前学习精神药理学的时候，有读到过关于双向的研究实验，说是把接受锂盐和丙戊酸钠2种药物治疗的患者，分别进行认知功能的测定，结果发现他们的执行能力和记忆力都受到了损害。佳慧，那你知道有什么药可以缓解跟治疗临床症状的同时，还可以降低对认知功能的副作用吗？药理学应该不属于心理咨询的范畴吧？我最近不是在翻译论文吗？我就突然感兴趣了。我认为，非药物跟药物干预相结合，可能是最合适的。你是说，前者是你的专业领域。这种病被称为天才病，很多从事艺术行业的工作者发病率较高。一旦发病，处于躁狂期的时候，会变得精神亢奋，觉得自己思维敏捷，同时也会变得暴躁易怒，遇到什么小事就会发脾气、摔东西，这就很大程度上的损害了社会功能。但如果他们一旦处于抑郁时期的时候，情况会更糟糕一些。对了，浩顿，你之前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吗？没有，是我们老师有对这方面有研究。刚才听你说，我好像突然找到方向。认知疗法、线索回忆训练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好的方法。通常一到进入精神障碍的状态，就需要结合药物的进行干预和治疗。但目前药物的作用和影响存在很多问题，所以也会影响咨询师的判断和治疗。你可能是被自己绕进去了。是啊，但是还好，你刚才点醒了我，谢谢你啊，佳慧。你的咖啡我没白喝吧？当然没有，你给我突破口，我们老师一定会很开心。哎，我有时间把你介绍给我们老师认识吧，他人特别的好。好啊。进。干嘛不在座位在这待着？想开会啊？我在开新飞页化前几期的策划案。你们前2天吵架的事情我听说了，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怎么想的？其实对我来说，任何节目都一样。你想用这个节目赢过王卓，我也可以有漂亮的收听率和关注度，我们各取所需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所以这一次，我支持你。姐，我变卦了。之前东子说我没有想好节目的目标跟定位，这2天我反思了一下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节目只能卡在第2上不去了。咱们的节目说教形态中，没有用心去感受听众，跟他们互动，
每一期节目，我们基本只关注我们要聊什么，而且大多数都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跟他们探讨怎么解决。我们没有跟进听众，跟进他们是否真的听了我们节目有什么收获，或者他们还需要什么。行，细枝末节的我就不管了，你可以自己搞定。啊对，明天策划会别忘了。好，放心吧。你呢？到你了，我啦。哟，阿彩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表情怪。别打了。哟，姑娘回来啦。我杠一个。我说别打了。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跟我出来一下。不许看我牌啊！等着回来啊！你这孩子咋咋呼呼的干什么呀？啊，这么多人呢，不给你妈留点脸呢？你是不是借高利贷了？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呀？你跟我都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高利贷那种东西你也敢碰？高利贷，我都看了，那上面利息不高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都没有工作，我找谁要钱去？你要多少钱？你跟我说，我想办法。我哪次没满足你？那些人就是拿准了你看不懂条例，到时候利滚利，我2辈子工我都还不起。我就借了3万块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我这次想办法帮你还上。你答应我以后不再见。你帮妈还啊？帮妈还，真是妈的好闺女。那你答应我？哎，答应答应。妈，曲小红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我这辈子因为你，我没有睡过1天安稳觉。我每天一闭上眼睛，我就会想到小时候，我就怕门外又有人追着讨债。你能把家底都掏空了拿去炒股，你连我爸治病的钱都不放过。是，我是把你爸治病的钱都拿走了。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，可是我对你呢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指着我的鼻子教训我呀？啊！你别忘了，再怎么样我是你妈。你是我妈，你尽我当妈的责任吗？高考那年，我发着高烧还在想办法赚钱替你还债。我发传单晕倒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吗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在打牌。是我爸，一个大男人跑去小卖部给我买卫生巾，然后回来一点点教我怎么用。我爸第一次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给你打了1夜的电话你都不接，最后是我哭着求邻居帮忙把他送到医院。这个家有你没你有什么区别啊？人家都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我真的觉得我连根草都不是。你少来这套吧！你当初不去看中他有争议、有话题热度，才把他拉进来的吗？你尊重他，你把我放哪儿啊？我看啊，你就是把我们几个人当成你的垫脚石来公报私仇。没错，我做新飞夜话，我找何顿，我做的一切，我就是为了抢回时间访谈。怎么了？钱哥，哎，你怎么也跟他们去吃饭啊？你不是要看精选评论吗？我还没弄完呢。怪我，怪我。没事儿，我囤了好多酸辣粉呢，有它就行了。那哥，你先忙。小丽，你觉得那天我跟东子说的话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话是冲了点儿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一个心理咨询师在抹去来访者的信息之后，我认为是可以做研究和分享的。你看，弗洛伊德还写书了呢。但是吧，这件事儿怎么说都不应该是我们去要求贺老师，除非是贺老师自己主动想分享。
你说是吧？所以我感觉钱哥你膈应就膈应在了这儿，你感觉不应该为了我们节目的利益去道德绑架贺老师，让贺老师做自我牺牲。没错，还有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要治愈一个来访者的咨询疗程，可能需要几个月，甚至可能会是几年。就算何老师肯提供素材，但他也赶不上咱们每周3期的量跟进度，这不是长久之策。对啊。哎，钱哥，我刚刚整理精选评论的时候，有一个热度最高的留言，她说她老公的妹妹最近搬来家里住了，每天她老公一回家，她妹妹就往她老公身上挂，还要亲亲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日没夜的嚷着跟她老公一起睡，她现在很是困扰，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妹妹不要这么自私？情感纠纷？应该不是。这条留言的第一热评好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写的，他说：“这位朋友，你应该让你的家人带你去医院看一下，你应该是得了重度产后抑郁，你老公的妹妹可能就是你的女儿。”人家都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我真的觉得我连根草都不是。当小三，网友都知道了，还追着曹总不放，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？穿的这么少，一看就是玩坏的。不要脸！季教授您好。你好。您请坐。没想到你约在这里。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我那个徒弟啊，搞了份副业，在这个地方做了档电台节目，叫心扉夜话是吧？我们主编也经常提起，叫我们多听听。贺心理师年轻有为啊，在电台节目跟心理咨询方面都很有建树。我想他一定是您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吧。傲谈不上，不过得意确实是有。那季教授，咱们就开始吧。好。这次采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的新书计划。作为心理学界的泰斗，同时还担任着海事心理学会会长的重任，您出书的消息一传出来，就立马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。记者同志，你就别给我这老头子戴高帽了。那您方便给我们这些对新书翘首以盼的读者透露一点独家消息吗？我这本书虽然大家也是最近才知道，但在挺早的时间我就开始着手准备了。想必这其中一定承载了您的很多心血。当初之所以想写这本书，是受到了一位故人的启发，他让我意识到向大众普及心理学是件重中之重，关乎健康乃至生命的大事，也是我自己应当承担起来的责任。那您的这位故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呢？这重要吗？季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在向大众推广一门比较复杂的学科并不容易，以前我的书也大多是向行业内的人互相交流
探讨。这次这本书呢，旨在把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，用大众更容易理解和分析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听起来是本特别让人推荐的新书，但是我想知道的是，您作为心理协会的会长，平时要打理会里的工作，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？辛苦是自然的，不过未来我会让我的学生承担一部分的工作，我也很期待尽快的完成，在半年内和大家正式见面。您说的学生是贺顿吗？是的，他不但是我学生，还是我的得力助手。果然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您和贺老师的关系很好。待他久了，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。这也算是对您多年来膝下无子的一种慰藉了。没有孩子不算遗憾，那爱人呢？您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待他久了，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。您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果然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您和贺老师的关系很好。你说你没爱过，你为什么说你没爱过？丽丽，我这柜子里面的档案你有没有动啊？没有啊。那不是你放来访档案的柜子吗？你千叮万嘱不让别人碰的呀。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可能是我自己放乱了。外面下雨了，你注意点啊。那你自己也小心一点啊。拜拜。霍顿。家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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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说你没爱过？家辉。家辉，家辉，没事吧？你发烧了？你慢点。头晕不晕？等我一下啊。来，把这个药喝了吧。你还好吗？谢谢。你要真想谢谢我的话，麻烦你下次再晕倒，晕在一个让我扶你不费劲的地方，好吗？赶紧把这药吃了以后回去睡觉吧。刚才你做梦，一直在说梦话。我说梦话了。嗯。我说了什么？你一直在喊你妈妈。
我还说别的了吗？没有。你妈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是心理咨询师，擅长分析人的潜意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在7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？你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在我7岁那年，我妈丢下我走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带着我妈，带着你，咱们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顿顿是我的孩子，他要跟我住在一起。那你这是告诉我，你的选择了。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总是感觉在我7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？我虽然是心理咨询师，可是我分析问题只针对我的来访者。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，我现在只知道你生病了，需要休息。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。我先回去。等一下。这是我的泰勒斯弗罗斯，现在把它送给你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生病，我妈妈把这个送给了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，我抱着它睡觉，马上病就好了。从此以后，它就成为了我的守护神，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。现在，我把它转送给你了。对你来说这么重要，你还把它送给我？只是一尊雕像，意象而已。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好起来。谢谢。那我就收下了。这里改一下。没事，不着急。查到了吗？我现在下楼。那个大家，我也来了1个星期了，这1星期承蒙各位的关照，今天晚上我想请大家吃顿饭。好呀！时间地点我都发在群里了啊，如果没事的话，务必都闪光都来。哎，没问题，咱就当团建了啊。正好你把你男朋友也给带过来。行啊。真是越不能喝酒的人，答应的越快啊！嗨，我真不能喝，我也不能，别惯我啊！我也不能喝，我也不能喝。得了吧你还不能喝？晚上你想吃啥呀？我想吃点辣的。我跟你说，那家湘菜馆特别好吃。哎，小莫哥，今天晚上8点半你也记得来啊？我吗？啊。好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洗头发吗？欢迎。哎，哥，您是剪头还是洗头发？剪个头。哦，那还得洗一下。您是洗个您是洗一个50的还是80的呀？都行。那给您洗个100的吧，咱们那个进口的护发素。不用，50的就行。好。哎哥，你这头发质量不错呀，要不咱们一会儿做个造型吧？你这个年龄段做这个造型特别时尚。好，一会儿看一看。我觉得你适合那个韩式造型，这个造型啊特别显年轻。现在大学生啊都做这个，便宜又好打理。像你平时睡醒的时候啊，沾点水捋一捋，特别适合上班族的。多少钱？烫头不贵，只要388。这个颜色有分价位的，这个造型最重要的就是颜色了。还有没有别的价位？啊，
咱们药水有588、688和788的。我建议您是用好点的药水，这好的药水啊不掉色，而且持久，上的颜色特别正，特别亮。那就来一个588的吧。哎，这2个加起来啊976，店里啊搞活动，充1000送1000啊！你看啊，你要花这个976，还不如办个1000的卡，里面直接有2000块钱，下次来还能做。我觉得太复杂了，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头吧。哎呦哥，不是，你刚刚说要做头发，我用的是高级的洗护产品啊，做头发的洗发水，这个洗发水是包含在套餐里面的，只是剪头发用不了这么贵的。要是让我们店长知道，我肯定会被说都是打工人，体谅体谅我。那就做吧。其实咱们现在还有活动，就是这个高级洗护啊，也是可以免费的，就是您充5000块钱办个我们店的高级会员。以后你来洗头啊就免费，还送到这个洗护产品。不用了，我不住在附近，我就是路过。咱们这是连锁店，你办这卡到哪都能用，而且5000块钱又不多，你要用不完的话，给你的朋友用也可以，特别实惠。没朋友。哎，您说什么哥？可以是吧？那一会儿给你办卡了啊，以后啊你想洗头就找我，一会儿咱们加个微信，交个朋友，我叫 Tony 2，以后你的头我包了。Tony 2，挺个性的吧？我的寓意就是啊，我一个人顶2个托尼。您确实是。哎，这边吧，5000。哎，白金会员卡，您的包，来帮您背着。慢走啊，哥，下次还找我啊。齐了。终于来了啊！没事没事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好。如果不够吃，咱们可以再加。哎，对了，主持人啊！欢迎欢迎，这咱们部的人全部到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那祝我们公司顺顺利利啊！这红酒还不错吧？哇，这么丰盛！我们家丽丽转型了。嗯。我怎么觉得你有情况啊？有吗？啊，我今天去面试。面试？嗯。恭喜我们家汤总终于出山了啊！看着你的小工作室步入正轨，我就安心了。你要继续搞我的事业。等一下，
看你面带桃花，我怎么闻到一股恋爱的芬芳呢？有吗？嗯，我怎么觉得是你的呢？我怎么了？这味儿是钱开义的活力海洋呢，还是叶家辉的雪松木调呢？别乱说了，我待会儿还要去咨询呢，不跟你贫。天盟没有不去吧？我要走了。3杯3兄弟，2个7分糖，1个全。你好，先生需要点什么呢？你好，3杯3兄弟，2个7分糖，1个全糖，2杯原味奶茶，都要3分糖，其中1杯去冰，再来1杯红豆奶茶，全糖去冰，谢谢。你好，你的餐一会儿就好，可以在旁边稍等一下。好。昨天真是喝太多了，可惜小梦不在，不然还有人能来挡挡酒呢。就是，哎，他怎么没来？来1杯，小心。那个，我顺便路过，给你烧1杯。谢谢。你是5分糖吗？哎，谢谢小某哥。你也是5分糖。昨天晚上，别跟他说是我让你换的地方吧。没有，我压根就没提，他也没主动碰。谢谢小猫哥。哎，小猫哥，你怎么还烫头发了？我昨天路过，弄了弄。挺好看。嗯。那个莫哥，谢谢你啊，昨天你没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啊，没事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家里面正好有急事，所以赶不及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下次咱一起。哎，小莫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转给你。哎，于姐，你这个客气了，我顺便捎带手的事儿。下次一定收钱啊。小莫，林哥明天请你喝咖啡。谢谢小猫哥。谢谢小猫哥。谢谢。嗯。今晚继续啊！行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这胃啊吃不消了。哎，今天纯唱歌不喝酒。嗯，行，我看行，但是咱今天说好了，谁都不能给我点《秦凤王》啊。可以啊。哎，你想唱什么你就唱啊，那无所谓。那咱今天约几点啊8点半。8点半。你们呢？喂，姥姥。那个我晚上晚点回去，你先跟姥爷先吃吧。啊，不是加班，今晚不是，可能朋友要约我出去。哎，小莫哥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小莫哥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明天见啊。明天见。拜拜。玉姐。啊，拜拜，辛苦兄弟。拜拜。家里还有饭吗？算了。好了，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聊到了家庭关系，家长与孩子之间如何有效沟通，以及家庭职责之间是否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。小莫哥，你还在公司吗？领导突然让我发策划案给他，我电脑里有文字版，你能帮忙把 PPT 做一下吗？感谢，实在走不开。这里有一个听众朋友啊问到，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分寸应该如何去界定？我觉得不光是在家庭关系当中，其实无论是职场、社会或者学校，我们都需要去理性。
我收到了一则留言呢，是一个朋友倾诉了他最近的一个烦恼。说为了与同事之间建立好一个好的关系，他经常呢会准备一些早餐给同事们。一开始呢，大家会非常感激，但是久而久之呢，大家习惯了他的这个好。我们并不必要为了和谐而时刻保持通情达理，我们需要具备的是偶尔有度量欣然承认，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会不那么坚强。一切维系人际关系的关键都在于如何尊重自己，而不是顾此失彼。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需要任何的心理咨询帮助呢，可以前往何老师的幸福谈话工作室来接受专。何老师，莫先生你好。你好。请进吧。谢谢。先喝点水吧。谢谢。这是您的座位啊。啊，没关系的。莫先生，请你看一下这个。我还是要做一下正式的自我介绍。莫先生你好，我是贺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也很高兴。认识您。请坐吧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已经看过你之前填写好的问卷了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做咨询，可能我会向你了解很多情况，来明确我们以后的咨询目标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我可以问一下，你是为什么来这里吗？我就是您在电台里面说的，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会说话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呢？就是同事想找我帮忙，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，但每一次都是最后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。哦，我在咨询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记录，不好意思。您请，没关系。像这种情况，一天大概有几次呢？大约3到5次左右吧。每一次你都会答应吗？是。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？小莫，你还没到公司的话，帮我带杯拿铁呗。哎，我要卡布奇诺，大杯美式去冰。我那边要特制的。你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？我想我得快点去。快点去是你最终的决定，在你决定前有没有别的想法？其实我也不太想去。明白。其实你内心对这件事还是让你觉得有苦衷，很为难。因为那天下了大雨，我全身淋湿了，好不容易赶到公司，他们突然让我去买咖啡。小莫，你还没到公司的话，帮我带杯拿铁呗。哎，我要卡布奇诺，大杯美式去冰。我那边要特制的。其实我很想去换件衣服，或者把衣服吹干。当时你的衣服很潮湿，你不愿意去，
可最终你还是去了，对吗？莫先生，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好像习惯于把别人的需求放在高于自己的位置之上。何老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时候不仅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，甚至还会讨好别人。有一次，公司的一个新同事请全公司人出去吃饭，但中途他们换了饭店的地址，也没有告诉我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晚没合眼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他们这么讨厌我？但是你知道吗？第二天我还是给全公司买了奶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是他们做的不好。买完奶茶之后呢？他们说下次一起聚，但是当天晚上唱 K 还是没叫我。其中一个同事还让我帮他做 PPT。那你做了吗？做了。如果当时你拒绝这个同事，你觉得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？没关系，莫先生，我们来放松一下，做一个简单的游戏如何？好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不用担心怎么做，你只需要把我当成那个经常找你帮忙的同事就可以。他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他的能力很强，领导很赏识他，所以给他安排了很多工作，但有很多内容是我帮他写的。明白，请你现在尽力把我想象成他，来进行一次对话，好吗？我尽力。小莫，你现在有空吗？从社交平台后台数据来看，咱们节目的反响跟增势都非常不错。东子啊，我知道你还在想分享艾丽的事情，我承认这些生活当中真实的素材，一定比我们这一群人坐在这里纸上谈兵要来得有意思。我是觉得吧，那如果有这真实的素材，那咱们不是更方便些吗？是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东子，你想过吗？这些真实的素材就一定只能通过线下的渠道去获取吗？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要讨论的，就是更好的解决方案。前几期节目，为了让观众了解我们节目的调性，我们确实单方面的输出了很多观点。但是后面的节目，我希望可以给到观众多一些互动，给他们更强的参与感。小丽，你把资料发给大家看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评论啊，这是小丽整理咱们节目在各个官方账号热赞最靠前的一些留言。所以我希望后期我们可以定期做这样的征集，在这些所有的评论里去筛选一些可以引起社会共鸣的话题，来作为我们节目的选题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想法，有机会成为节目的选题，肯定会更加积极的留言，这是个良性循环。早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不至于瞎提意见了，省得大家早上冥思苦想找选题呀。那你也不能跟我偷懒啊！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些选题有没有合适的。我之前做整理的时候，对这条就印象挺深的。他说他是入学不久的大一新生，刚进入陌生环境，他们都是独来独往的，但是周围的同学很快就找到了同伴，好像显得他很孤僻，不知道他自己是该坚持独来独往的状态，还是该努力的融入他们，让他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异类。这有关于职场的啊，他的名字叫悬崖上的花。他说他的领导性格比较凶，还很急躁，有时候原本不会出错的工作呀，被领导一说反而出错了，越出错领导就越急躁，这种工作搞得他很焦虑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今天更美了吗？姐，我冤啊！我们什么都没说。你们都想什么呢啊？要不是我心胸宽广，我跟你们说一个个看好了。说回来正题，我觉得职场确实是一个有广泛共鸣的话题，你们看找一找有没有更加好的评论。明白，请你现在尽力把我想象成他，来进行一次对话，好吗？我尽力。小莫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小莫，我这有个事儿，可能需要你帮忙。这个文件真的很重要。好啊，林总，就靠你了，小莫。此时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也有我自己的事，如果我帮了他，我的工作就做不完了。如果你拒绝他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？他会生气，
他升级以后会怎么样？孤立我，排斥我，我不知道。之前我帮了你那么多次，现在连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不帮我，咱们还是不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了啊？孤立你、排斥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就是可能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而且如果他跟其他同事说了之后，他们会觉得我很不好相处，觉得我只在乎自己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坏的人。别着急，莫先生，先喝口水吧。我不渴，你喝。莫先生，这杯水本来就是为你倒的。啊，关于职场，我这有一个莫言莫语的账号。他说呢，他在公司会有很多同事经常找他帮忙，他也以为大家把他当朋友，所以都会尽力答应同事们的请求。但是最近他发现啊，同事们并没有因为他的帮助而喜欢他，甚至呢会在聚会的时候刻意避开他，他感到非常的伤心。这哪是把他当朋友啊，这是把他当软柿子，好捏又实用。但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，在职场上生存真的很困难。这有什么不懂得拒绝的呀？这说自己忙有事儿不得了吗？是吧？小丽，你觉得这个话题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呀，这个问题可能真的很困扰。这有什么困扰的？而且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像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的。那这做出来怎么引起共鸣啊？那大家如果都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去聊话题，那多数人不就在看戏吗？什么叫大多数人的立场？你不能理解、不能共情，是因为你不是被伤害的那一方。但你又怎么确定你没有伤害过别人？小李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没有绝对，立场也没有绝对的，这也是这个话题的辩证意义所在。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取决于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；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取决于我们怎么对待他们。我们每一次的发生，都能让不同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有了，哎，咱们下一期的主题就叫如何拒绝别人。拒绝别人，对，其实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，大家都能遇到想拒绝又很难拒绝的情况，而且大多数人也不善于拒绝，这个点对标的群体就很宽泛啊。那我这边发文跟大家分享一些平时不善于拒绝的例子。我觉得不如直接鼓励别人去分享那些成功拒绝别人的案例，把这次分享做成一个活动，这种分享也可以激起听众们的勇气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，这也太好了，这个。大家觉得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那下一期咱们的主题就定了，标题我都已经选好了，就叫 Say No。莫先生，我在刚刚跟你沟通的时候，我发现你非常非常注重我的感受。我发现你有一种办法，可以让别人跟你在一起都会感到很舒服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发现你很怕让别人不高兴。不高兴的原因，你怕跟别人产生冲突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所以你没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昨天晚上家里面正好有急事儿，所以赶不及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下次咱一起。可惜小莫不在，不然还有人能来挡挡酒呢。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冲突，你会尽力的去迎合别人。那久而久之，让每个人喜欢你，无意识的成为了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。我说的对吗？贺老师，你说的这些，我好像真的是这样。就好像有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去做，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是习惯性的答应了。可是我每次答应完之后都会很后悔。没问题，我就知道你没问题，好兄弟。改天请你喝咖啡啊，不为难吧？其实我并不想去做，我现在在想，我到底为什么不去拒绝？我想应该是因为害怕。我害怕拒绝，因为如果拒绝了，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矛盾。我觉得凡事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拒绝了，可能你的同事会觉得很惋惜，但他们内心会理解你呢？会吗？应该很难吧。在心理学的认知行为治疗理论当中，有这样的一个假设：当我们人面对刺激的时候，我们会快速地形成一个对这个场景的自动思维。
而这个思维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还有行为。所以对于你来说，每次当你想拒绝你同事的时候，这个自动思维就会主动跳出来，它会告诉你，如果你拒绝了，就会产生冲突。所以你为了避免冲突，你就又会去迎合他，而忽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我说的对吗？是的。是啊。莫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生活中有尝试过拒绝别人吗？很少。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别的可能性。这样，我们来做一个行为实验，来检测一下。行为实验？我这里有一个表格，你拿回去。当下一次你同事要求你帮忙，你想拒绝的时候，你便可以记录，你试着去拒绝他们，然后记录一下他们的反应，来验视一下跟你脑海中是否想法一样。好吧。莫先生，这对你来说很难吗？没有没有。莫先生，我跟你相处真的觉得很愉快，因为你总是照顾我的感受，但同时我也非常担心，你会不会过于的委屈自己？其实对于咨询师来说，我更希望我的来访者可以表达出他们的情感，不管是积极、负面的都可以，这样有利于我们咨询。小贺老师，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，也非常好，但只是我真的没法拒绝别人。我非常开心你可以说说自己的感受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拒绝别人。你认为拒绝别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的，不要让别人感觉到难受，对吗？是。尽量温和一些，让别人舒服的。你觉得诚恳这个词怎么样？可以，而且我也想自己能被别人理解。很好，那我们就以那天唱 K 为例。小莫哥，你还在公司吗？领导突然让我把策划案给他，我电脑里有文字版，你能帮我把 PPT 做一下吗？哎，感谢，我实在走不开了。根据我们刚刚讨论的方法，想一想怎么拒绝这位同事。非常抱歉。我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，在回家的路上了。要不然我下次再帮你做 PPT 吧。下次再帮他做 PPT， 确实是一种很好代替的方式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不是。如果你真的非常为难，或者是出于礼貌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这次虽然帮不了你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其他的事情。别害怕，只要意思表达清晰，态度委婉就可以了。嗨，小卢，我现在已经离开公司，在回家的路上了。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大胆的说出来，不要害怕。你今晚做 PPT 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我是说任何问题，我都可以帮你解答。很好啊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开始。师傅，回家。没问题。这个游戏很有意思。这个行为实验就是你的家庭作业。我们做这个实验并不是为了证明你之前的想法是多么的不对，可能这个实验对你来说有难处，你也做不了。但是我希望把一切的问题带到我们这个咨询室，我跟你一起讨论。请你记住，无论多难，我都有信心跟你一起跨过去。谢谢何老师，您辛苦了。真的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何老师，我说实在的，我打内心里面非常非常感谢您，因为很久以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话了，所以我在想，
我可不可以和您成为朋友？我非常荣幸你可以给我提出想成为朋友的这个提议，但是我还想把这个问题留在我们下次咨询的时候再讨论，可以吗？伦理上来说，其实来访者跟咨询师是不能成为朋友的，但我还是想花些时间跟你聊聊这个问题。伦理上说，这是专业性考虑的问题，因为双重关系和多重关系会影响到咨询师的专业表现。我的问题我不懂，不好意思。真的不用跟我道歉，没关系的。小莫先生，我期待下次你跟我聊一聊想跟我成为朋友的期望，我想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。那这一次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我们下周再见。好，记得要完成你的家庭作业。忘不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哎，谢谢。来。哎，何段，今晚咱们的主题定了，叫如何拒绝别人。行，那我准备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，在拒绝这一方面啊，你已经很擅长了，所以咱们做这个主题啊，你也不用过分的深入去学习，这个以免以后是吧？我发现你也挺擅长借题发挥的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。多了，哎，再往左，对吧？再往右一点，一点点。你再往左一不是点呢？你们是怎么眼神不好还玩我呢？啊，我们眼神哪不好？老钱，老钱，你帮我看看来。这就是完了，工作压力太大，把人都熬傻了。哎，你说咱是不是得找赫顿老师给他做做咨询啊？啊？这不偏不倚的啊，挺好。行。哎，你说什么样的男人不容易被女人拒绝呢？不被拒绝，哎，要不你就告诉我，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那就得分人了。比如像贺老师这样的，哦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呢，不管什么样的女人，都喜欢勇敢的男人。对，那种自信果断的男人，很容易让女生喜欢的。哦，哎，丽，那你看哥自信果断吗？哥，你这个叫自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之前看过一个分析，说如果一个男人常常出现在一个女人身边，你一会儿是不是找贺顿还有事儿？但跟你也没有关系。倒也是，你找贺顿还要提前联系，我直接回家就行。对他嘘寒问暖，再对他的家人体贴照顾。这送饺子的人绝对心都能做得正，不像某些有贼心没贼胆的，只会拿睡觉说事儿。如果还能送点浪漫的小礼物，那不被拒绝的几率可是极高的。对，那种举棋不定的男人吧，成功率极低。极低。所以啊，有什么着急的事儿，别今天说啊。对，今天不合适。为什么呀？兆头不好呀。如清泉，滋润干涸的心田，心扉夜话，即刻起航。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有过于自省的倾向，如果自己没有满足他人的期待，就会陷入到一种自我价值很低的思维状况里，久而久之，当失败次数多了以后，就会形成我肯定来不及了呀。那要不这样，你先去，然后我等会再过来。那么，如何打破这种惯性思维呢？你的价值一定不仅仅是因为满足了别人的期待，你值得为自己而活。小莫哥，你还没走啊？那个，我一会儿跟小卢要去跟客户吃饭，你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。那个，总监今天要我交的 PPT，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呀？那个很快的。几千字的 PPT 啊？不多，就5000字，2个小时就能搞定。对，特别快。我们将举行一个说不的分享活动，
欢迎大家踊跃分享出生活中各种说不的经历。在下一期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啊，我们将挑选出10位听众朋友的故事，一起探讨在生活中遇到让我们感到不适的请求时，该如何拒绝。对不起，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可以啊，那之后要辛苦你继续加紧了。累吗？我还好。还有客户，先走了。加油！孩子们，继续加油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谢谢。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哎，不早就让你们回去了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还不是咱新专题爆了，都在这儿筛留言呢。爆了？爆了！你看。你们走吧，哎，我来整理，赶快，早点回家休息。啊，钱哥，这些留言太多了，你一个人弄不完的，我们没事儿。对啊，别逞强，我们一起弄更快点。熬了3天3夜，熬坏了没人替，我这节目还做不做？快走，快，走！都不走的话，这个月奖金都没有了啊！我就说嘛，替我们加班，哪还有这种好事，是吧，钱哥？整理好的都发你了啊！加油，老大，加油！拜拜，拜拜，钱哥，拜拜，钱哥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马鲛鱼，新打的马鲛鱼，这一条多少斤啊？50元一斤。这有小条点的吗？没有，今年只剩2我再看看啊。感谢心扉夜话，听多了你们的节目，心情都变好了，老公挨骂的次数都变少了。好多年不听电台，居然为了心扉夜话买了个收音机。最近的一次拒绝，应该是拒绝老爷要带着我的收音机去遛弯儿。最近拒绝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每次聊天还得是我找话题，还是幽默的男人。最让女人无法抗拒，幽默的男人。喂，哎，柯顿，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啊，在众多的回馈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。什么结论？这听众的耳朵啊是雪亮的。咱们的主题 Say No， 这网友的回馈非常积极。在众多的评论当中呢，也有非常聪明的听众发现了一个盲点。什么盲点？这个盲点就是咱们的男主播太帅了。
不是说，女人都喜欢幽默的男人吗？哎呀，英雄的夜晚总是孤独的。210往 KSK 上找。喂，海丰国际广播。喂。你找谁啊？喂，小朋友。哪个？田太医，大半夜的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吗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真的被吓到了，现在有点抽筋了。哪儿抽筋？心抽筋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不能好好说话，我挂了。哎，别挂别挂，我真没骗你，我刚才在办公室遇到鬼了。你要是不来接我的话，我只能去找小袁了。人家小袁刚刚结婚，你要是觉得不打扰人家的话，那你就去吧。老钱呐，这个吧，人总有一怕啊，不丢人。不，这样吧，你过来吧，这屋子呢也有我一半，另一半呢，我就替他答应了。哎，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没说答应他，你干嘛要答应他？人家都心抽筋了，这理由都找出来，你还不让他来啊？我看着他刚才那个语气吧，好像真的挺害怕的，不像是装的。哦，那小贺老师就收留收留他呗。咱们玩桌游啊？哎呀，人多一点好玩。问问叶家辉在干嘛？那个老贺，你是不是只想见钱太医一个人啊？相信什么呢？我才没有，好吧？得了，我懂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会玩桌游了？我认识了几个新同事，随便学了学。哦。小叶师傅说一会儿就过来。
我来了。嘿，来吧。哎，这么晚了你就不困是吧？失眠，玩乌诺不教我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是变颜色。啊 ，OK， 你以前没玩过吗？我第一次玩，但是他刚才讲的规则我已经记得了。很简单的，你要是不会的话。哎，我也会了啊，你就大大方方问我就行了。哦，也可以问我。发牌。啊，对了，我之前看你书架上有《当尼采在哭泣》，你也喜欢欧亚吗？对啊，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心理治疗大师。我刚买了他的3本小说。啊，真的？那你能把他那2本借我看看吗？没问题啊。谢谢。出牌啊！我玩啊。钱可以加2张。2。哎，静止。你只能出黄色的。对啊。哇。我剩最后1张了，我赢了。洗牌。最近啊都没玩游戏，工作太忙了，说记得有点生疏了。也不知道是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啊，哪儿都有他一个，哎，啥都会，2半夜的也不睡觉。一些简单的事情，有些人都搞不明白，才会熬到后半夜。你俩能不能别倒腾，专心洗牌？玩不玩了？发牌。你发，你发，你发，你发。那我先出了。好的。66。2。变什么色？红色吧。我也没有。钱可以加2张。你加2张。你加2张。你再加2张。你也加。你加4张。反弹。我也反弹，我还治不着你呢。我们俩也在玩。静止。你还没有？那我出完了。我赢了。佳慧，你刚才是故意让我的吧？我没有啊。嘘，接个电话。教授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。好。那你早点休息啊，明天见。继续吧。啊，对了，我看你书架上都是一些关于病理的书，但没有病例，都是理论知识。哦，我这儿是比较少，但我教授那儿的案例特别多，都是来访者认可过的。教授是？哎，你真的好无聊哎！你们别总盯着我们家老贺呀，玩不玩？来吧，哎，我刚才没学会啊，但我现在会了，你敢不敢再来一把？乌诺2把还不会，头死钱。那咱们就决战到天亮。来吧。醒了，渴吗？要不要喝点东西？哦，不用，谢谢。昨天晚上怎么突然间想到聚会啊？你说到这个我就生气，我就不应该认识那个冤大头。这钱开义昨天晚上给我们打了个电话，
说什么他遇到鬼了，鬼哭狼嚎的，非要来找我们。你说咱仨陪他玩了一晚上游戏不说吧，关键他一直在说他没有受到惩罚。像他这样的，咱们就应该让他来当司机。这么早去送档案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，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好像还挺重视的。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？我没有看过内容。你就不好奇啊？我之前看过季教授的一些书，但是我最近看了他的一个采访，觉得他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。你之前觉得他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古板的老学究。那你就太误会他了。那他什么样？能跟我说说吗？他呢，又认真又严肃，有的时候像个小孩，就很贪玩，可有的时候又很成熟，像父亲一样。你就这么信任他？当然，无论是我的工作还是我的学业，他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。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没什么，随便聊聊。我只是觉得你要是特别容易相信身边的人的话，可能会受伤害。我确实是一个不太信任别人的人，但可能是因为老师他无条件的信任我，并且支持我吧。我觉得我也要对得起老师的这份信任，这是双向的。希望吧，希望你的信任不会被辜负。馄饨呢？跟叶家辉出去了。跟谁？叶家辉。干嘛去了？哎呀，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散散步、聊聊天，再吃个早午餐，再合适不过了。那你为什么没一起啊？我干嘛去啊？太阳这么大，还吹灯泡。谢谢你啊，家辉，送我过来。待会儿我进去不知道聊多久，你就别在这儿耗着等我了，先走吧。但是你可以进去跟季教授打个招呼，他人特别好，跟你的专业也有交集，以后你们可以沟通沟通。怎么了，家辉？我好久没熬夜了。回头让钱开业这个家伙请咱们吃个大餐，补偿一下。家辉，我看你今天这个状态，你一会儿别开车回去了，你叫一个代驾吧，要不然你疲劳驾驶不好。行，刚好我下午还有点事情，那一会儿你自己回去，到家来给我发个信息。放心吧，我都这么大个人了。倒是你今天这状态让我实在有点太担心了，真的没事？我没事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说一会儿进去跟季教授打个招呼。教授，教授，来了。教授，给你拿来了。那您的这位故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呢？这重要吗？你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家辉，家辉，家辉，教授，这是我的朋友家辉，这是季教授。你好，教授，我叫叶家辉。你好。好的，你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可能今天有什么急事儿，我进去看看。你注意安全。爸，下午见一面吧。好。
教授，您这是多不信任我呀？刚把这个给我又拿回去了。哎呀，昨天没休息好吧？嚯，这您都看出来了，厉害。年轻人啊，就得劳逸结合。哎，刚才送你来的男孩，感觉不错嘛？您怎么跟我妈一样八卦呀？那只是我邻居，我早上蹭车过来的，别乱想啊。这感情啊，就是在互相帮忙中建立起来的。你妈已经跟我说了，她说两个都挺好的，都得喜欢。我妈怎么什么都跟您说，还两个？这是我的人生大事啊，你们管不了。人生大事啊，还是得靠自己。我就是倚老卖老一下，在选择另一半的问题上，就是要睁大眼睛。睁大眼睛，听您的，行了吧？上次给你的文献翻译怎么样了？实验数据和核心论点都已经拉出来了。来，老张送的民间龙井解解乏。哦，有什么收获吗？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交叉发作，这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很多。关于双向情感障碍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损伤，目前没有一个实验来表示说这到底是药物问题，还是障碍本身的影响。但如果它是药物问题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可逆的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烫着。应该不至于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非药物性的认知干预措施，可能才最合适。你是说这可是你的专业领域？认知疗法、线索回忆训练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好的方法。确实，有可能存在打开那扇牢笼的钥匙，但目前还没有发现。有方向吗？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，他们往往丢失的是自由记忆，他们的线索记忆很少会受到影响。如果线索记忆是完整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找回记忆的。我相信您已经有答案了，只是您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抱歉啊，教授，我只是一个提议。目前这本书还没有翻译完成，等翻译完成以后，也许有足够的理论还有依据。知我者呀，莫过我徒弟。您的方向没错，只不过回忆是主观的，别人的回忆，那注定就是个罗生门。就算是罗生门，只要能够帮助患者找回希望，那就要尝试。教授，患者有没有亲密接触的人，比如说爱人、亲人、朋友，或者是跟他共同经历了某段珍贵回忆的人？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阵雨，轻轻的，远远的，飘出了天际，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。你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，也看见你